晚上9点钟，北京市某个小公园光线昏暗，一条长椅上有2个年轻人正在谈恋爱。就听着女孩说：“李武，下次你别再翘课去买零食了啊，我可不想因为我让你挂科，甚至毕不了业。”男青年搂着女孩的肩膀说：“怎么会呢？你这是小题大做，偶尔一次，不可能的。”话刚说完，男青年就把嘴凑了过去。就在这时，突然一道亮光唰的照射过来，就像是全黑剧场里打亮舞台上男女主角的聚光灯一样，瞬间将这对男女青年暴露在强光之下。谁这么讨厌？你们往哪照啊？这是，赶快移开！用聚光手电照射他们的是3名男子。这3个人根本不理会李武的怒喝，依然让手电光照射在李武和他女朋友刘曼曼的身上，迈步从路对面小树林那边走了过来。等到了跟前儿，其中一个人就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凭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呵，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执行公务，现在怀疑你们是进行色情交易。快少废话，把身份证拿出来！”李武还想开口争辩，女朋友刘曼曼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然后就说：“我们没带身份证，我们是学生，是恋爱关系。”“学生？那学生证呢？”李武和刘曼曼也没带学生证，于是这几个人便推推搡搡的把他们2个带出公园，说是要到派出所去做笔录。左拐右拐走了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一处黑暗的死胡同里。忽然，一名男子从背后用手捂住了刘曼曼的嘴，控制住不让她动弹。另2个人对准李武就是一顿拳打脚踢。10分钟的暴揍之后，李武瘫在地上不能动了。这时候3名男子带着刘曼曼迅速离开，走到拐弯不远处的一辆轿车前，钻进车里，一溜烟开走了。过了一会儿，李武强撑着爬了起来，连走带爬的找到了一处磁卡电话亭，拨打了报警电话，之后便昏倒在地。刘曼曼被3名男子开车带着一路狂奔，车子没开到派出所，但也并没有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开到一处偏僻的旧厂房或是破仓库里，而是开到了他们大学对面的一家超市门口停下了。把刘曼曼推下车之后，3个坏蛋开着车是扬长而去。刘曼曼惊魂未定，顾不得多想，他迅速穿过马路跑向学校门口。在他钻进传达室要打电话报警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刘曼曼，你怎么了？怎么急匆匆的样子？出什么事了吗？”刘曼曼扭回头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张达来。刘曼曼简短几句话告诉了张达来刚才发生的事情。张达来就说：“一会儿再报警也不迟，咱还是先去救人要紧。”然后骑上他的摩托车，载着刘曼曼就找到了公园附近的那个死胡同。结果自然是没找到人，2个人这才赶紧到电话亭拨打了报警电话。当他们找到李武的时候，李武已经被警察送到医院1个小时了。经过医生检查，李武并无大碍，第2天就出院了。但是从此李武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我被打了，刘曼曼被带走之后毫发无损？那些流氓既不劫财又不劫色，到底是为什么呢？还有，怎么那么巧就刚好碰上了张达来？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的吗？还是这其中另有隐情？李武越想就越觉得不对劲儿。经过推理，他认为唯一的可能就是女朋友刘曼曼暗中跟张达来好上了。因为自从出事之后，好像刘曼曼跟张达来经常说话聊天，而且现在回想起来，出事之前刘曼曼就已经对我越来越冷淡了。于是有一天，李武就问：“曼曼，你觉得我跟张达来比
比谁更优秀。刘曼曼一愣：“李武，你怎么了？这有什么可比的吗？你们都挺好的，各有优点吧。那他的优点多还是我的优点多呢？”我没想过，你干嘛要这么问？我看你挺喜欢张达来的，是不是？什么话呀？人家上次帮了咱们，咱自然要对人家客气一点。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就这样，像这种对话多了之后，两个人越来越不愉快，日子不长就分手了。而张达来听说之后，马上向刘曼曼表白了爱慕之情。刘曼曼也觉得张达来还不错，就答应了做他的女朋友。可是刘曼曼与张达来刚刚恋爱不到1个月，有一天警察忽然就带走了张达来。原来那3个打人的小流氓被抓住了，一审问还真就是张达来花钱雇的。他是暗恋刘曼曼很久，却无从下手，所以才想出来那么个馊主意，让刘曼曼看到李武是无能的，而他张达来才是见义勇为有担当的男子汉。可惜现在被警方揭穿，拘留几天之后放回了学校，差点被开除学籍。所有人都认为这次刘曼曼肯定得跟张达来分手，但是刘曼曼不但没有提出分手，而且还专程跑到拘留所去接张达来，好言安慰。而这时候李武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后悔了，又找到刘曼曼，希望能够复合，被刘曼曼坚定地拒绝了。简短截说，大学毕业之后，张达来和刘曼曼就结婚了，婚礼李武也参加了，喝了个酩酊大醉，哭闹一番之后被同学们给抬着走了。别看张达来从小在城市长大，他特别喜欢农村。结婚后在妻子刘曼曼的家乡河北农村承包了一片土地，当起了菜农，生活过的是有滋有味。李武跟刘曼曼是老乡，一个县的。大闹刘曼曼的婚礼之后，他也就慢慢放下了那段感情，用心学习，准备了半年，考上了公务员。话说3年后的一天，往批发市场送菜的张达来和刘曼曼夫妻俩碰上了到市场监察工作的李武。李武先是一愣，然后嘴角上扬，轻蔑地笑着说：“哟呵，真没想到啊，在这儿遇上了。怎么大城市的张少爷跑到我们这小县城来当菜农来了？真是佩服佩服啊！”张达来嘿嘿一乐：“哈哈，老同学，人活着干什么还不是混口饭吃，过得高兴，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最重要了。看你倒是不错呀，当官了哈。哎，哪里，我也是为国家办事儿，混口饭吃。要说高兴的事儿呢，主要是娶了个好媳妇。你说她一个局长千金，非要嫁给我这个穷小子，没办法呀。”又过了2年，同一个蔬菜批发市场，张达来和刘曼曼看到李武跟一个女人一起挑菜。这一说话才知道，原来李武的岳父因为严重违纪被双开了，他也有牵连，被解除了公职。现在打算带妻子一起学着卖菜。打这儿之后，张达来便经常以便宜的价格给李武提供一些优质的蔬菜。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家人经常相互串门，互相拉拉家常，喝杯小酒，相处的好像十分融洽。